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老一辈的人，或者是那些真正懂行的师傅，到了寺庙里从来都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手绝对不乱摸？可是现在有的人不懂啊，到了庙里觉得好奇，看到那个柱子也摸一下，看到那个法器也摸一下，看到地上有个铜板还很开心说，哎呦，运气好，捡到了。老师跟各位讲，这真的是不知轻重，这是在拿自己的命格去跟看不见的东西做交易。很多人听到这可能不服气了，尼师，你别吓唬我们，寺庙是修行的圣地，是佛菩萨的道场，清净庄严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？没错，你说的对，但你要知道，寺庙不仅是道场，它也是能量场最复杂的因果中转站。你想想看，什么样的人去寺庙去得罪情？除了真正修行的，很多人是不是遇到了过不去的难关？是不是家里出了事？是不是生了重病？是不是心里有鬼？诸位，成千上万的人带着一身的病气、晦气、怨气，跑到大雄宝殿，扑通一声跪下，痛哭流涕。这一哭一喊，他把心里的垃圾倒是倒出来了。那这些垃圾去哪了？气是不会凭空消失的，这些负能量它就弥漫在这个空间里，它会附着在物体上。你去医院看到地上的针头、沾血的棉花棒，你敢捡吗？你不敢，因为你知道有细菌、有病毒会传染。那为什么到了寺庙这个灵魂医院，看到地上的东西你就敢捡？这些灵魂的病毒，它甚至比病毒更可怕，它能毁你的命，能破你的运，而且你连它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。这绝不是我在吓唬你们。现在我就要跟你们讲清楚，寺庙里这3样绝对不能碰的东西。这3样东西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你可能每次去庙里都能看见。这第一个，杀伤力极大，也是很多人最容易觉得是个宝贝而爱不释手的东西，它叫过手珠。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唐朝的故事。唐代末年，长安城外有一座古寺叫永昌禅寺。那是个什么年头？兵荒马乱，人心惶惶。这座寺庙建于隋朝，几百年下来，那个墙皮都脱落了，大殿的柱子也是斑斑驳驳，一股子沧桑气。寺里有个年轻僧人叫慧清，这小伙子才23岁，长得是眉清目秀，脑子特别灵光，经书看一遍就能背。师父们都说他是颗好苗子，但是中医讲神过拔则伤，这孩子有个大毛病，心不定，好奇心太重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新地方，东张西望，看见个蚂蚁搬家都要蹲半天，这叫神不守舍。神一旦往外跑，邪气就容易往里钻。那年深秋，满地的黄叶，寺里来了一个老太太。各位，你们注意听这个老太太的相，她衣衫褴褛，那个脸啊像枯树皮一样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最吓人的是她的眼神涣散发直，像2个黑洞。这在中医里叫脱神，就是魂魄已经快守不住身体了。她手里死死抓着一串念珠。这老太太在大雄宝殿前一跪就是整整3天，不吃不喝，嘴里碎碎念，一直在念，也没人听清她念什么。3天后的傍晚，夕阳像血一样红，老太太终于撑不住了，咕咚一声倒在蒲团上。临断气前，她用那只像哭鸡爪一样的手颤颤巍巍地把念珠放在佛前的供桌上，从嗓子眼里挤出最后一口气，说了一句让周围人毛骨悚然的话：这一生的孽都在这里了。说完头一歪走了。寺里的长老那是得道高僧，一看这架势，眉头紧锁。办完后事，长老特意交代所有小和尚，那串念珠谁也不许动，让他在佛前放749天，用佛光画一画上面的煞气。为什么不能动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念珠都要用木头、菩提子或者是玉石玛瑙来做？为什么不用不锈钢？为什么不用塑胶？因为木头和玉石在显微镜下看，它的结构里充满了孔隙，这些孔隙就像无数个小房间。当你拿着它念经，或者是当你心里想的事情手里戳它的时候，你的汗液、你的油脂，甚至你的意念都会顺着这些孔隙钻进去。这老太太抓了一辈子，念了一辈子，她的怨恨，她的痛苦，她做过的那些亏心事，全都没日没夜的录进了这串珠子里。这时候的念珠，它已经不算是法器了，可坏就坏在这个巧字上。过了1个月，有一天晚上风特别大，
把窗户吹开了，那一串念珠不知怎么的，啪嗒一声从供桌上掉到了地上，线断了，珠子滚得满地都是。第二天清早，慧清来打扫大殿，大殿里阴冷阴冷的，慧清缩着脖子扫地，一低头看见了散落在砖缝里的珠子，那是一串老檀木珠，被盘得油光锃亮，在昏暗的光线下发着幽幽的光。慧清这孩子心善，但是无知，他心想，哎呀，这是供佛的东西，掉在地上让人踩了多罪过啊，而且这檀木是好东西，扔了可惜。你看，一念之差，可惜这两个字往往就是惹祸的根苗。他弯下腰，伸手去捡了一颗颗珠子，就在他的指尖触碰到第一颗珠子的那一瞬间，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他的指尖呲的一下直接钻进了他的手臂，顺着经络直冲心脏。慧清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全身上下的毛细孔一下子全都竖起来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阴邪入体。中医讲寒气主收引，寒气入肾。那一刻，这串珠子上携带的几十年积累的阴煞之气，就像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，疯狂地往慧清这个年轻阳气足的身体里灌。但他不懂啊，他以为只是地板太凉，或者是早上风大。他搓了搓手，硬是把几十颗珠子全捡起来了。他还挺负责，找来新线，坐在那儿，一颗一颗又把它重新串好了。串好之后，看也没地方放，顺手就挂在了自己疗房的床头，打算等长老回来了再交上去。各位，噩梦就在这天晚上开始了。当晚，慧清睡得很沉，迷迷糊糊中，她觉得周围变得很热，像是被火烤一样。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不睡在床上，而是站在一片荒野里。这地方天是灰的，地是黑的，空气里全是烧焦的臭味。远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那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。慧清不由自主地走过去，拨开枯草一看，吓得差点没坐地上。一根巨大的铜柱子烧得通红通红的，一个女人被铁链绑在那铜柱子上，那火呼呼地往她身上烧，皮肉被烫得吱吱响，那个惨状我都没法形容。慧清想跑，但她发现自己的脚像是生了根一样动不了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被烧成灰，然后风一吹，那灰又聚在一起变回人形，接着又是一轮新的火烧。这就是佛经里讲的无间地狱，痛苦没有间断。突然，那个正在受刑的女人猛地转过头来，那张脸已经被烧烂了，但这双眼睛慧清认得，那就是那天在大殿前死去的那个老太太。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眶死死盯着慧清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发出了那种像是沙子磨过一样的声音，说，你拿了我的念珠，现在这债你来替我背。说完，那老太太竟然冲着慧清诡异的一笑。那一笑，慧清觉得自己的魂都要飞了。慧清一声大叫，从床上弹了起来，一摸身上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全是冷汗，心跳得像擂鼓，咚咚咚，快要跳出嗓子眼了。她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看看窗外，天还没亮，那串檀木念珠就静静地挂在床头，在月光下泛着一股说不出的妖异的光。慧清以为这是个梦，是个巧合，但她错了，这根本不是梦，这是神识通灵。那串念珠就是那个老太太留下的债务转移契约。老太太生前作恶多端，死后要下地狱受刑，她把这股念力封在珠子里，谁动了珠子，谁就等于在合同上签了字，我是担保人。这才是刚刚开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慧清的身体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首先是胃口没了，中医讲胃气为本，人没了胃气就没法活，他吃什么吐什么，连喝水都觉得那是苦胆汁。接着是神志不清，白天恍恍惚惚，别人叫他也听不见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虚空，有时候还自言自语，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，就像那个死去的老太太附体了一样。最可怕的是，他的体重短短1个月，那个精壮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眶深深陷下去，脸色蜡黄，那个样子活脱脱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。寺里的长老们急坏了，请了大夫来看。大夫把了把脉，直摇头，这脉象太乱了，忽大忽小，如雀啄食，这是绝脉啊，这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就在大家准备给他准备后事的时候，救星来了，来了一位云游的高僧，法号道应禅师。这老和尚不得了，他是专门修地藏法门的，眼光很利，
能看透阴阳。道应禅师一进寺门，鼻子就皱了起来，说了句：“好重的土腥气。”他径直走到慧清的疗房，推门进去。那屋里一股霉味混合着那股死气沉沉的味道。禅师一眼就看到了挂在床头的那串檀木念珠，那珠子在阴暗的屋里竟然隐隐约约泛着一层黑色的油光。糊涂啊！老禅师叹了口气，指着床上的慧清骂道：“你这孩子怎么敢碰这种东西？”慧清这时候已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。禅师坐下来，一只手按在他的神庭穴，也就是额头正中，一股暖流灌进去。慧清这才缓过一口气来。禅师严肃地告诉他：“孩子，你是不是捡了这串珠子？那老夫人年轻时造了大孽，害过人命，她临死前发了大愿，要把这笔债还清，所以把一生的罪业都灌注在这珠子里。你把它捡起来，又重新串好，这就是在阴间签的字，你自愿替他背这个债。”慧清一听，心都凉了，用微弱的声音问：“师父，那我还有救吗？”道应禅师看着他，沉吟了半晌，说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药石无医，唯有心药。这债既然你接了，你就得还。但这还法不是让你死，是让你死而后生。”禅师给出了一个方子，把慧清抬到后山的一个破山洞里，封死洞口，只留一个小窗送饭，让他每天跪在那串念珠面前，念10000遍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，必须念满3年，一天都不能断。这是用他自己的阳气和愿力去一点一点磨掉珠子里的煞气。各位，那3年简直就是人间炼狱。慧清后来回忆说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一闭眼就看见满屋子的冤魂索命，那些鬼怪长着青面獠牙，要把他撕碎。他的身体一会儿冷得像掉进冰窖，一会儿热得像在火炉里烤。但他记住了禅师的话：心不动，万物不动。他就死死守住那一句佛号，不管看见什么都不怕，都不躲。3年后，洞门打开，出来的慧清头发全白了，才26岁啊，满头白发，但是他的眼睛亮得像2盏灯，清澈见底，那种阴霾之气荡然无存。那串檀木念珠呢，碎了。在他出关的前一天晚上，念珠突然自己崩裂，变成了一堆粉末。他在梦里看见那个老太太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白衣服，对他合掌鞠了一躬，笑着化成一道光飞走了。这就是过手珠的故事。所以你们记住了，在寺庙里看到那种无主的看起来有点年头的念珠法器，甚至是地上的一个小挂件，千万别手痒。你不知道那是谁留下的，你更不知道那里面藏着多少你背不动的债。讲完这个，我们趁热打铁。接下来这个东西比念珠更常见，也更容易让人犯错。这次受害的主角不是和尚，而是个富家千金。这就是第2样禁忌，有主的公鱼碰不得。这是发生在宋朝仁宗年间的事，地点在杭州，大家都知道灵隐寺吧？那可是大庙，香火旺得不得了。杭州城里有个沈家，那是大户人家，做丝绸生意的。沈家有个独生女儿叫沈婉仪，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温婉仪态，大家闺秀。这姑娘长得那是沉鱼落雁，知书达理，平时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去灵隐寺烧香拜佛。有一年4月15，佛诞日，寺里人山人海。沈婉仪带着丫鬟去进香，那天人实在太多了，正殿里挤得水泄不通。好不容易挤到佛前，插了香，磕了头，正准备起身的时候，因为人太多一挤，他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这一晃，他的手本能地往旁边一扶，这一扶就扶在了一张不起眼的小供桌上。那供桌很小，躲在大殿的柱子后面，上面摆着几个干瘪的苹果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铜香炉。沈婉仪的手正好按在了那个香炉里。哎呀，他轻呼一声，手指间沾满了香灰，还是热的。他也没当回事，那是佛前的香灰嘛，又不脏。他甚至没有特意去洗手，只是掏出手绢擦了擦，顺手还在自己的裙子上抹了2下，就把这事给忘了。各位，你们看，这就是不知者无畏。他不知道，这一抹就把脏东西给抹到身上了。这个供桌不是供佛的，那是有人专门在那里设的超度坛，供的是一个恨死的冤亲债主。
那个香炉里的灰，那是人家沟通阴阳的信物。这就好比人家寄了一封挂号信给阎王爷，上面写着冤情，你倒好，半路把信给截了，还在上面按了个手印。这事发生后的第3天，沈家就炸锅了。那天早上，沈婉仪起床梳妆，照镜子的时候，她突然尖叫了一声，把铜镜都摔了。丫鬟跑进来一看，吓得腿都软了。只见沈婉仪原本白白净净的脸上，竟然长出了一块块红斑，那个红斑还在不停地往外渗黄水，看着就像是被人泼了热油烫伤了一样，而且奇痒无比。沈婉仪忍不住去抓，一抓就破，一破就烂。沈员外心疼女儿啊，那是掌上明珠啊，赶紧请遍了杭州城的名医，有的说是湿毒，有的说是风疹，有的说是痢风，汤药喝了一缸又一缸，那脸不但没好，反而越来越烂。不到半个月，那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变得面目全非，整张脸肿得像个猪头，流脓淌水，连亲爹都不敢多看一眼。更可怕的是，沈婉仪开始做梦了，每天晚上只要一闭眼，她就梦见自己站在一条血红色的河边，河对岸站着一个全身湿淋淋的女人，披头散发，怀里抱着一个死婴。那个女人用一种怨毒至极的声音隔着河冲她喊，你抢了我的供养，你断了我的路，拿你的脸来赔。那个声音尖锐刺耳，就像指甲刮在黑板上一样。每次醒来，沈婉仪都发现自己的脸上又多了几道抓痕，那是她在梦里自己抓的。这哪里是病，这是业障病，是她那天无意中碰了那个小供桌上的香炉，打翻了人家的供养，那个冤魂找不到贡品，就把怨气全撒在了他这个破坏者身上。那个香灰就是媒介，就是病毒的载体。这时候沈家真的绝望了，万贯家财换不回女儿一张脸。直到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一个讨饭的和尚，这和尚穿得破破烂烂，身上甚至还有点馊味。沈家的家丁那是狗眼看人低，要把他轰走。但这和尚站在门口也不恼，就笑嘻嘻地说了一句，脸上的火好灭，心里的火难消，你们把这解药往外赶，那这姑娘的脸可就真没救了。这话正好被沈员外听见了。沈员外也是病急乱投医，一听这话有玄机，赶紧把和尚请进来了。那和尚进了屋，看了一眼躲在屏风后面不敢见人的沈婉仪，直接就说，施主不用躲了，你那脸上的不是疮，是阴火，是你动了人家的供，人家那是给驱死鬼吃的，你碰了等于你抢了鬼的饭碗，那好兄弟能不恼你吗？沈婉仪一听，哭着从屏风后面走出来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和尚叹了口气说，想治好也容易，但这药引子得你自己去求。什么药引子？百家饭。和尚让这位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换上最破的衣服，拿个破碗去杭州城里挨家挨户的乞讨，要讨满100户人家的剩饭，而且每到一家都要跪下磕头，说一句弟子罪孽深重，求施主慈悲。各位，这招在中医里叫降心火，在佛法里叫破我执。他为什么会碰那香灰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大小姐，无所谓傲慢，只有把这身娇肉桂的架子彻底打碎，把那颗高高在上的心踩在泥地里，那股怨气才能散。那冤亲债主看你这么惨，气也就消了一半。沈婉仪真的去了整整1个月，她受尽了白眼，被狗追，被小孩扔石头。等她捧着那一碗发馊的百家饭回到家时，她整个人都变了，眼神里的那股傲气没了，全是谦卑。她把那碗饭恭恭敬敬地供在佛前，念了7749遍地藏经。那天晚上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那个血淋淋的女人不再尖叫了，而是抱着孩子安安静静地吃了那碗饭，然后转身走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沈婉仪觉得脸上那种火烧火燎的疼没了，一照镜子，那些流脓的疮竟然结了痂。虽然最后脸上还是留了一点淡淡的疤痕，但这反倒成了她的戒疤，时刻提醒她敬畏鬼神，众生平等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讲第3样，各位把耳朵竖起来。这第3样东西是今天最凶最狠，也是最容易让人掉坑里的。如果不听这一段，你以后去寺庙搞不好就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第3样东西就是功德箱周围掉在地上的钱。注意听，我说的不是功德箱里的，是掉在外面的，
或者就在寺庙路边角落里莫名其妙出现的硬币、铜板。你们肯定会想，哎呀，尼斯，谁这么不小心把钱掉了？我捡起来放进功德箱，这不是做好事吗？错，大错特错，这叫好心办坏事，惹祸上本身。我要讲的这个案子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，地点在苏州，主角叫赵德明。这人是个布商，做丝绸生意的，脑子灵活，为人也豪爽，在苏州城里那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但这人有个毛病，讲究顺。他觉得看见地上的钱不捡是破财的兆头，是把财神往外推。那年9月，秋高气爽，赵德明去著名的寒山寺还愿。他生意做得顺啊，那天心情特别好。进完香，正准备往课堂走，路过大殿侧面的一个偏僻角落，就在那功德箱旁边的地砖缝里，赫然躺着几枚铜钱。那铜钱还是新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赵德明一看，乐了，嘿，今儿个运气真好，财神爷赏饭吃。他左右看了看，没人，但他是个体面人，不可能把这钱揣口袋里。他想的是，这肯定是哪个香客不小心撒的，我把它捡起来投进箱子里，既积了德，又沾了财气。于是他弯下了尊贵的腰，用那双数钱的手一枚一枚把地上的铜钱捡了起来，然后叮当叮当投进了功德箱。各位，就在那铜钱落箱的一刹那，赵德明的命运被改写了。他根本不知道那几枚铜钱根本不是掉的，那是有人故意扔在那里的。在玄学里，这叫买命钱，也叫过运钱。回去之后，赵德明的日子就开始不对劲了。先是他的仓库，苏州那地方多雨，但也怪了，那年冬天竟然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水，偏偏就淹了他赵家的仓库，几千匹上好的丝绸全泡了汤，赔了个精光。紧接着是家里人，他那原本壮得像头牛的大儿子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全身没力气，一到晚上就寒冷，缩在被窝里发抖，嘴里胡言乱语，请了无数大夫把脉都说没病，就是元气大泄。赵德明自己呢，开始失眠，一闭眼就听见耳边有人在数钱，1文、2文、3文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那声音阴森森的，听得人骨头缝里都冒凉气。短短半年，曾经风光无限的赵大官人，头发全白了，家产败了一大半，家里天天愁云惨雾，跟活死人木一样。赵德明实在撑不住了。听说五台山有位叫悟真的老禅师，是真正的得道高僧，能断因果。他变卖了最后一点家当，带着病远远的儿子千里迢迢跑到五台山去求救。悟真禅师一见这父子俩，眉头就拧成了个疙瘩。老和尚没问别的，劈头就问了一句：施主，你半年前是不是在庙里捡过钱？赵德明一听傻了，这事他谁都没说过啊，连老婆都不知道。他哆哆嗦嗦的点头，是在寒山寺捡了几文钱，但我都投进功德箱了啊，我没贪啊。糊涂啊！悟真禅师把手里的念珠往桌上一拍，震得茶杯都跳了起来。你以为那是钱，那是催命符。禅师告诉他真相，那几枚铜钱是一个绝症病人的家属扔的，那个病人快死了，家里人听了江湖术士的歪门邪道，把病人的生辰八字和头发烧成灰，抹在铜钱上，扔在寺庙的角落里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嫁祸，也就是过运。谁要是贪那点小便宜，或者手痒去捡那个钱，谁就把那个病人的死劫接过去了。那个功德箱为什么不收？因为连佛菩萨都不收这种脏钱，他掉在地上就是在等个替死鬼。赵德明倒好，亲手把它捡起来，这就等于在阴间签了收条，这病我赵某人接了。赵德明听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冰凉。大师，那我岂不是死定了？我儿子也是被我害的。他哭得那叫一个惨啊，磕头磕得头破血流，求大师救命，我愿意散尽家财。悟真禅师看着他叹了口气，念你也是一念之善，想投功德箱，不是贪财入袋，还有一线生机，但是这代价很大，你受得了吗？赵德明把头磕得梆梆响，只要能救儿子，要我的命都行。禅师给了他4条路：第一，散财，剩下的家产全部捐给孤儿寡母，1分不留，这就叫破财免灾，把那个买命的契约强行撕毁。第二，
苦行，从五台山走回苏州，3步1拜，一路乞讨，不许住店，只能睡庙台。第3，忏悔，每到一个寺庙就要在大殿前跪一整夜，忏悔自己的无知和冒犯。第4，从此以后看到路边的钱永不弯腰。赵德明真的照做了，那一路风餐露宿，鞋都磨破了10几双，等他回到苏州时已经是个叫花子模样了。但是奇迹发生了，他到家的那天，原本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儿子竟然能下地给他开门了。虽然家产没了，但一家人的命保住了。后来赵德明东山再起，但他再也不做生意了，而是开了一家粥铺，专门施舍穷人。他活到了80多岁，临死前把子孙叫到床前，留下了那条著名的赵家祖训：路边之财莫伸手，室中之物莫乱动。各位听完这3个故事，你们现在明白了吗？寺庙里的东西，哪怕是一根线、一粒灰、一枚铜板，那都是有主的，要么是佛菩萨的，要么是冤亲债主的，要么是带着极强愿力的。我们凡夫俗子，肉眼凡胎，根本看不见上面附着什么东西，你那一伸手可能就是生与死的界限。肯定有人会问，尼师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我以前不懂，好像也不小心碰过，我现在感觉浑身不舒服，或者是最近总是倒霉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没救了？别慌，我教你们3招，这3招叫天地人3才排毒法。第1招借天阳，也就是晒背法。这一招是中医里最厉害的，也是最简单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医讲背为阳，腹为阴，咱们人体的后背正中间有一条大经络叫督脉，这督脉不得了，它是阳脉之海，是你全身阳气的总开关。而在督脉两边，那是膀胱经。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，也是抵御外邪的第1道篱笆。当你觉得自己沾了阴气，或者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感觉后背发凉、发紧，脖子僵硬的时候，那就是阴邪在攻击你的阳气了。怎么办？找老天爷借火，找个大晴天，上午9点到11点，也就是巳时，这个时候的太阳叫少阳之火，阳气最足，但是不伤人。你背对着太阳，把后背露出来。如果是夏天，就直接晒肉；如果是冬天，穿薄一点，哪怕是隔着玻璃晒。晒多久？晒30分钟，直到你感觉到后背暖洋洋的，甚至微微出了一层细汗。这时候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从你的尾椎骨，也就是长强穴，一直顺着脊柱往上升，直冲头顶。这叫天灸，是用太阳的真火把你体内的阴寒湿毒，把你沾染的那些晦气统统给逼出去。这一招比吃什么药都管用，阳气一足，阴邪自退。第2招，物理过电，金刚萨埵轻咒加搓手。如果你刚碰完那个脏东西，还在现场，马上反应过来了，哎呀，坏了，我手痒了。别慌，别往身上擦，千万别往衣服上擦，那等于把脏东西插进身体里了。站在原地做2个动作，第1，跺脚，用力跺3下脚，咚咚咚，这叫震断地气，把刚才那个连接给震断。第2，搓手，用力搓，把手掌搓热，越热越好。一边搓一边在心里默念一个咒语：嗡班扎萨埵吽，这是金刚萨埵心咒。在密宗里，这是专门忏悔除障的，力量非常大，就像是宇宙里最强的清洁剂。念7遍，然后对着手掌猛吹一口气，呼，接着用力甩手，就像你手里沾了脏水要甩干一样。这是一个意念的动作。你在告诉那个东西，我不收你，你走吧，把你刚才接触到的那个磁场连接给强行切断。第3招，终极清洗，出言沐浴法。如果你回到家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，或者觉得最近家里气氛不对，那就用这一招，找一点粗盐，记住，要是那种大颗粒的海盐最好，没有的话，厨房的大粒腌菜盐也可以，千万别用那种细细的精盐，那个力量不够。为什么用盐？在风水里，盐是至阳之物，是结晶的太阳，它能杀菌，也能除秽。抓一把粗盐，化在温水里，用这个盐水擦洗你的身体，特别是你的手、你的脸，还有你的后背、脖子后面。洗的时候
要在心里做个观想，想象黑色的脏水顺着我的皮肤流下来，流进下水道，流走了。我全身都干净了，发光了。洗完之后，换身干净衣服，把那天穿去寺庙的那身脏衣服拿去大太阳底下暴晒，或者直接洗了。这3招做完，老师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，99%的晦气都能排干净，剩下的那1%就看你自己的心了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课讲得有点沉重，但我相信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记性不太好，听完前面忘了后面，没关系，我这个啰嗦的老头子再当一回保姆。我现在把今天讲的生死禁忌用最简单的大白话再给你们复盘一遍，你们哪怕把前面的故事全忘了，这一段给我死死记在脑子里。第一，3个绝对不碰。弯过手珠，那种老的油光锃亮的不知道谁留下了念珠手串，别摸，那是业力辐射源，摸了就是签了替人背债的契约。凸供桌鱼，大殿柱子后面角落里的小供桌，尤其是只有一点点香灰几个干瘪水果的那种，别碰，那是冤亲债主的饭碗，你动了就是断了鬼的路，他会找你拼命。虽落地前，尤其是功德箱旁边墙角缝里的硬币铜板，别捡，哪怕是1块钱也别捡，那是过运钱买命钱，是有人故意丢在那儿找替死鬼的。听明白了吗？但是在结束之前，我想跟你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我们为什么要避讳这些？是因为我们怕鬼吗？是因为我们胆小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敬畏因果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天地之间有一套我们看不见的法则在运转。中医里有一句至理名言，叫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的身体里阳气足，正气旺，血脉通畅，那外面的细菌、病毒、风寒湿邪它根本进不来，就算进来了也会被你的免疫系统瞬间消灭。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这世上最厉害的护身符是你自己的一颗正心。易经里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一个心存善念、光明磊落的人，他身上的气场是阳的，是热的，是亮的。在另外那个维度的众生眼里，这种人就像是一个行走的大火球，光芒万丈。那些阴暗的东西，那些冤亲债主，那些倒霉的晦气，看到这种人躲都来不及，哪里敢靠近。反之，如果你心术不正，天天想着算计别人，天天充满怨恨、嫉妒、贪婪，那你就算住在寺庙的大雄宝殿里，身上挂满佛珠，你也挡不住业力的侵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是阴的，你就是一个强力的吸尘器，哪怕没有买命钱，所有的脏东西，所有的霉运也会主动往你身上贴，因为你们同频共振。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些禁忌，不是让你们变得疑神疑鬼，每天出门都吓得哆哆嗦嗦。我是希望你们通过对这些细微事物的敬畏，学会2个字：慎独。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也不乱拿，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也不乱碰，在面对利益诱惑，哪怕只是一枚铜板的时候也能守住底线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最好的风水不在名山大川，就是你的人心。你善良，风水就养人；你恶毒，风水就杀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。我知道这些道理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但是只要你心里装了这根弦，你的运势就不会差。现在我要给你们布置一个特殊的作业，这个作业不需要你们交给我，也不需要你们写在纸上，我要你们现在就在这个留言区动动你们的手指，留下一句善言，可以是简单的4个字阿弥陀佛，可以是给家人的祝福，愿父母健康，儿女平安，也可以是发一个大愿，愿众生离苦得乐，哪怕是一句最朴素的，我也愿做一个善良的人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这在佛法里叫共业回向，在物理学里叫同频共振。当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发出善念的时候，这里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场。你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给你自己积福，也是在给所有看到这条评论的人祝福。这股力量汇聚起来，能挡千灾，能纳万福。让我们把心里的那盏灯亮出来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。
愿大家身体健康，百毒不侵，心存善念，必有后福。我们下期见。